啊！再笑我，还在笑我，你再笑我，我就把你扔掉！啊！联机加速不丢包，就用汽油联机跑。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知道玩游戏》，我是聂俊。大家都知道啊，这次 TGA 我受邀斗鱼来到了武汉斗鱼总部，和大家一起直播看 TGA。所以这次拍摄呢，也换了个场地，来到武汉斗鱼这里来拍摄啊。我后面就是斗鱼的办公场地，出于保密问题，不让人看到。当然我们也不好把汽油联机宝和我们键盘放这里啊，所以就 P 上去吧最后 P 上去。OK，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等我们聊一期《古剑奇谭3》啊，各位不要急，下一期就会来了，因为我们这次并没有提前拿到游戏。也想好好透彻的研究一下，所以并不会这么快做出来，所以等到下一期。那这期聊什么呢？我考虑到的是未来的新游戏，我们可能会花更长时间去体验反正热度怎么蹭都蹭不到嘛，对吧？所以未来哪怕每周都有新游戏的情况下呢，我们也会尝试一期聊一聊新游戏，一期聊老游戏或者聊一些曾经我埋过的坑这样间断的更新。所以很多以前我们埋过的坑呢。我可能现在忘得差不多了哈，你们如果记住的话呢，可以弹幕和评论提醒我们。所以这一期我先来聊一聊我一个一直心心念念的坑，那就是聊聊游戏的引擎我相信游戏引擎的东西，玩游戏久了一定听过不少，什么 Unreal 啊、虚幻啊、Unity 啊、Cry 啊等等商业引擎，也听过又不换引擎、祖传引擎等等抱怨所以游戏引擎的东西呢，应该是广大玩家非常熟悉的。但是一个引擎到底什么样子，到底什么是引擎，以及到底为什么需要引擎等等问题，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引擎可以说是玩家们最熟悉，但是又最陌生的东西。我曾经还在参与游戏开发的时候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图形技术既要参与美术的制作，也要参与技术去实现美术要的效果。所以我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游戏的引擎，特别是引擎的图形部分所以有一点自己的了解和感想，借此机会分享给大家。当然，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的概念所以很多问题我可能不觉得是个问题因此这个视频可能会有很多大家想知道的东西，我却没有提到，所以大家可以在评论留言里面提出来然后如果这期视频表明大家对游戏开发中的这些技术性的东西有兴趣，未来我们会补充这些问题甚至推出可能有关 DirectX 有关游戏画面的技术有关游戏的音乐音效等等背后的技术，这些东西呢，开发领域的人很多都了解但是很少有人做成视频，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大家爱不爱看。如果大家爱看的话呢，以后我们就都让11姐上镜如果不爱看的呢，那就再也不想看到11姐了所以你们到底回应如何？想好首先来聊聊最基础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游戏引擎？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查阅各种百科但是看起来百科里答案基本就像在考雅思阅读每一个单词都懂，但只合成一句话就看不懂了。我还是更喜欢用我自己的理解去讲述因为游戏里有引擎这两个字，所以很多人会把游戏引擎类比成汽车的引擎，所以引擎是汽车的核心，一辆车基本就是围绕着引擎来设计的没有引擎的汽车，那只能叫模型，和高达差不多。那如果以这个来类比游戏引擎的话，其实并不恰当，因为游戏引擎并不是必须，没有游戏引擎，游戏也能开发出来，也能运转，而游戏更不是围绕游戏引擎来开发的。其实早在游戏萌生的初期，是根本没有游戏引擎的。那时候很多游戏都是打开编程软件，从第一行代码开始，从零开始编写的。比如最早的美式 RPG 之一的巫术，就是名叫安德鲁和罗伯特的两名小伙子在自己家里从第一行代码开始一句一句写出来的。所以和至少首先得发明蒸汽机才能有汽车是不一样的。游戏在一开始并没有引擎的概念，而是慢慢的随着游戏业这个市场的规模的扩大，随着竞争者越来越多，也随着游戏越来越复杂，很多人就开始想到，我去，这又不是做菜，有必要每一次都从头开始吗？如果新项目有上一代甚至不同系列，只要是类型差不多，那很多已经写好了基础代码，直接拿来改不就行了吗？何必每次都要从 Hello World 开始呢？因此，很多团队就开始复用之前游戏的基础代码。
这帮美国极客还真是耿直的可爱啊！基础代码的复用，这是要在我们这，这不明摆着的吗？不是应该一开始就这样做吗？当时的美国极客竟然还花了1-2年才开窍，真是非常可爱啊！当然，这个时候还远称不上是引擎，只是老游戏里可以重复利用的东西而已。而终于有一个更聪明的人出现了，时代总是需要一些大神来改变世界。这个大神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卡马克。这个名字可能对新生代的玩家来说有点陌生，基本没怎么听过。但是对70、80的玩家来说，当时这个名字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小岛秀夫啊。不过他在那个时候，大概在1991年所创立的公司，现在的玩家依然能接触到，那就是现在隶属于贝塞斯达旗下的 id Software。没错，就是这几年推出 Doom、德军总部、雷神之锤和金简1-3公布了狂怒2的这个制作组。然而事实上，虽然卡马克大神早在2013年就离开了 id， 但是这4个 IP 全部都是卡马克当年带领创造的。也就是说，现在的 id Software 仍然没有走出卡马克的阴影。另外，如果以现在辐射76的尿性来看，母公司贝塞斯达自己的开发组似乎还没有这个收购来的 id Software 靠谱啊。那卡马克大神当时干了什么事呢？他个人反过来思考，他不是重复利用已有的基础代码，而是从零开始，先把未来会用到的基础代码先写好。注意啊，这和当时其他游戏必然会写基础代码不一样啊。当时的游戏开发是为了一个功能写一段基础代码，加入了新想法、新功能，再写一段基础代码，相当于每盖一个高楼就选一个地点，打一个地基，一栋楼一栋楼的组成一个城市。而卡马克干的是，在还没有考虑游戏应该怎么设计的情况下，只是确定了要做一个3维立体的游戏这个框架，就把这个游戏可能会用到的基础代码都先写好了，并且留下了方便修改的接口。这就相当于一片空白的城市，直接先把能盖楼的地方的地基先打好，而且还是能方便修改的高科技模块化地基。然后建筑公司们按照规划直接把楼盖上去就好。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是这个城市的规划会更加合理、井井有条。同理，这样先写基础框架的好处是，游戏各个功能之间的衔接会更加高效，并且能在一开始就把游戏的规格定下来，而不像以前在一开始做的时候都不知道这游戏到底需要做的什么规格。这就像在游戏机平台开发独占作品一样在一个完全可以掌控的有限空间里，去利用每一个资源来精雕细琢所做出来的作品，往往是能比在一个无限空间、无限资源，但是却不能完全掌控的环境下所做的作品要来的精致的许多。所以当时卡马克先写好了非常牛逼的框架，然后往这个框架里面塞游戏的内容，只要框架还能支撑，那就使劲塞，像德国香肠一样最后出来的成品立即引爆了整个游戏界。这游戏就是世界上第一款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德军总部 3D》，而卡马克所搭建的这个游戏框架也被业界大多人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游戏引擎 Game Engine 这个称呼才正式被大家接受。至此，到底什么是游戏引擎呢？首先，它不是像汽车引擎那样是整个产品的核心，它首先是沉淀下来可以重复利用的代码，是一种偷懒的方式。其次，它后来起到的作用是确定游戏的规格，并且提供许多非常方便使用、方便修改的接口。从此，开发者们1不用去重复写代码，2甚至可以不会写这些基础代码，只要会使用和修改接口就行。所以简单来说，游戏引擎并不像是汽车引擎是运转的核心，它反而像是制作汽车的那个工厂，是一个制作游戏的工具软件，和我们用的 Word、Excel、Photoshop 是基本一样的。只不过游戏开发软件远没有游戏引擎听起来炫酷，对吧？在回顾游戏引擎的进化前，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的引擎是什么样子的。大多公司自家的引擎都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只能从宣传视频里偶尔出现的画面看一眼。比如这个是 EA 的寒霜引擎的大概样子，大家稍微记住就好我们还是来看看正式对外公开的引擎 Epic Game 的 Unreal， 我们翻译成虚幻引擎。这个引擎直接就可以在 Epic 的商城里免费下载，甚至有官方中文版非常良心打开后的基础界面是这样子的。不是从事电脑生产内容工作的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有点头痛不用怕，本课程保证能让你学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课程，手把手的教你学会虚幻引擎。虚幻游戏引擎
从入门到懵逼第1节。不好意思啊，差点做成了教学视频，赶快回头是岸，不要害人啊。但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我们大概的说说界面上都有什么。界面如果以数字划分，可以分为左、中、右。左边这个是模型库界面，里面的所有 3D 模型，不管是物品啊、角色啊、NPC 啊、穿衣服的啊、裸体的啊，都在这里面统一管理。中间部分的上面是基础工具，下面是内容管理和动画界面，而中间的大窗口就是引擎的场景窗口，也就是实际上游戏到底是怎么样子的，都显示在这个界面里。然后右边就是各种属性和参数的修改画面的，这部分是从入门到懵逼的罪魁祸首之一啊，哈哈。当然，实际上这个引擎还有很多子界面啊，比如脚本网络界面、代码界面等等啊，这些我们就不展示了，反正展示了也只是更懵逼。用这个软件建立一个工程文件就是一个关卡，比如我随便打开一个我曾经做过的关卡，等等，开错了，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公开的商业化引擎 Unity 3D 引擎，同样也是分为场景界面、模型库和一样让人懵逼的属性修改界面。可以看到这两个引擎的界面和刚才在视频里看到的寒霜引擎的界面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事实上，现在大多的引擎整体的架构和界面都非常相似。而如果你使用过 3ds Max 或者是 Maya 等 3D 软件，那么也一定会觉得和游戏引擎的界面非常相似。没错，游戏引擎和 3D 软件有非常多的相似点。如果会 3D 软件的人，学游戏引擎会非常容易上手。所以这个视频想表达的是，现在的游戏引擎作为开发游戏的一种工具，已经很大程度上可视化和简易化了。引擎基本是所见即所得，像搭积木一样摆上各种元素。而虽然外行人觉得还是懵逼，但事实上已经是简化的非常夸张了啊！比如在虚幻引擎里，只要打开一个第一人称的模板，几个按钮就能运行一个第一人称的游戏。因此，实际上开发游戏并不只是很多人想的那样，一堆程序员对着代码噼里啪啦打个不停啊，比如这样。当然，大量的敲代码也是必不可少的啊，那是程序部门实现前期功能开发的时候。而到了开发中，更多的时间其实是场景师、动画师、脚本编辑师、游戏导演等等职位的人对着游戏引擎不断的搭积木。可想而知，引擎所见即所得的特性确实帮助开发者轻松地完成大量工作。如果没有游戏引擎的帮助，以现在游戏场景的规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当然，轻松也只是相对以前没有引擎来说的，实际上真的干起来一点也不轻松。就拿场景搭建来说，各位熟悉的这个《现代战争3》里的场景搭建，加速看每个物体的放置都显得这么复杂繁琐。而且注意啊，这还只是物体按顺序加载的过程的展示，还不包括实际搭建时来回调整、重复修改的时间。实际上，这么一个场景，一个牛逼的场景师大概要花1个多月左右时间才能做出初步版本，而实际玩家在游戏里走过这个场景，大概也就30秒而已。那大家可以自己估计一下，整个游戏需要多少这样的工作量呢？然后再估算一下，像战神的一镜到底和大镖客2、荒野之息等开放世界游戏，他们的场景制作又要花费多少功夫呢？而这还只是场景的搭建而已。所以当游戏的场景里出现了 bug 或者场景的重复利用等情况，我们也应该抱以一丝理解吧。回到游戏引擎的部分啊，现在的游戏引擎那么方便好用，当然不是一开始就能做到的，也是经过长期的迭代得来的。我至今依然记得我在2008年刚进入游戏开发行业的时候，在公司里用的 3D 引擎那是有多么难用和白痴啊！没有所见即所得就算了，连物体的参数都要通过代码来修改。不过即使这样，也比早期的游戏引擎好多了啊！早期的游戏，比如 Doom 的引擎，在游戏里搭建场景，简直就像是抽象艺术啊！更不用说还有大量参数直接以代码的形式展现。刚才的例子更多是 3D 引擎，而在早期这方面，反而是2D 游戏的引擎更加容易使用。比如我有幸用过博德之门的无限引擎，就被它那简单易用和强大给折服。黑岛当时的游戏的品质超高，强大的引擎有着很大一份功劳。另外有一些游戏的引擎简单到甚至可以让没有受过培训的人摸索一下就学会啊，比如大名鼎鼎的 RPG Game Maker， 又比如非常火爆的游戏超级马里奥制造，也算是一个游戏引擎，只不过经过简化和限制后，我们一般称为编辑器。而游戏引擎之所以能进化到现在这么好用，得感谢2个公司。首先第一个公司或者说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他就是约翰卡马克，没错，就是刚才提到的卡马克大神。他不仅被称为 3D 游戏之父，
第一人称游戏之父，而实际上他对整个游戏行业发展的贡献也是后人很难超越的。这首先来自于他对 3D 引擎近乎狂热的研究。自从他为了德军总部 3D 开发出引擎后，这家伙对引擎的热情就已经超越了对游戏的热情啊！实际上，除了动的初代以外，其他的游戏都是公司团队的工作。卡马克一心投入了对引擎的研究，因此 id Software 每一款游戏的发布，实际上都是引擎升级的一个展示品。因此，当业界还在做2D 游戏的时候 ，id Software 就主攻 3D； 而当业界开始做 3D 的时候 ，id Software 的 3D 游戏就总能引领时代。不管是雷神之锤3还是 Doom 3，每一次游戏的推出，其画面和引擎的强大都震撼着整个业界。现在引擎里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法线贴图的利用，就是卡马克率先使用在游戏里的。法线技术就是用一张看起来颜色很基佬的图片来记录物体每一个细节的法线走向，从而让电脑在平面上模拟出这个物体立体的细节。现在的游戏模型远比以前的更有细节，就是得益于法线贴图技术。卡马克率先在 Doom 3里加入了法线贴图，这使得2004年的 Doom 3在画面上有着同时期游戏无法比拟的立体细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2004年画面比较牛逼的几个游戏啊，《星球大战：旧共和国武士2》、《鬼武者3》、《合金装备3》、《使命召唤》，都不难发现这些游戏在画面的立体细节上比 Doom 3差上了许多啊。这些游戏都是 PS2 时代的最高水准，而 Doom 3似乎提前进入了 Xbox 360的时代。除了法线贴图 ，Doom 3还率先加入了动态光影、即时投影、点光源照射等光影技术，让Doom 3的光影也远比同时期游戏要强一个世代。而2007年推出的狂怒，则更是让玩家提前体验到了现在 PS4 时代的画面。不过法线贴图毕竟只是在平面上模拟立体啊，实际上依然是平面。如果没有光照移动，没有阴影的变换，玩家依旧很难看出是立体的。而如果再加上金属的高光，就更能凸显立体的效果。所以法线技术普及后的很长时间，很多游戏为了体现法线的效果，都会大量使用动态光影和夸张的高光。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时代的游戏总给人一种很油腻的感觉的根本原因啦。哦，原来如此啊！总之，卡马克几乎靠着一己之力，把游戏的引擎和画面狠狠地推进了2个时代，而付出的代价是他们的公司 id Software 变得只擅长开发引擎，而不擅长做游戏。因此，很长时间内他们的游戏都并不好玩，销量惨淡，最后导致公司跌落低谷，被杯赛收购。这个游戏界的大工程公司就这样走到了幕后，直到最近靠了几个优秀的新游戏才重回到大众的认知中。不过实际上，卡马克的牛逼并不止如此啊！他对游戏界最大的贡献还不只是这些引擎厉害，更厉害的是，卡马克是一个坚定的软件开源支持者。他坚信并实践着软件应该开源，代码属于全人类。因此，卡马克的所有引擎都会在一段时间后开源，然后被多少团队拿来使用和修改，最后成就一个个经典 IP， 以及衍生出其他的引擎。这里面就包括了半透明系列的 Source 引擎、荣誉勋章系列和使命召唤系列的引擎、战地前2代的引擎，还有也包括了现在的虚幻引擎。甚至可以说，现在这些强大的引擎里面都留有 id Software 的各种引擎的血液。id Software 的引擎就像是游戏引擎的祖先，其基因将永远流传在未来电子游戏世界的生命里。没有它的开源，别的公司的竞争力会落后他们很多。或许因此 id Software 会赚更多钱，但游戏的进步会比现在至少慢一个世代。而卡马克大神选择了为世界而活。而另一个公司就现在都知道的 Epic Games， 他们的引擎虽然在开创性上没有卡马克那么牛，但是他们强在运营能力强，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因此公司有命延续卡马克大神的技术。这就是所谓的血要够厚，能站着才有输出嘛。在 id Software 没落之后， Epic 的虚幻引擎基本上接过了卡马克推进引擎发展的大旗。当然，随着 id Software 的引擎的开源，其他公司的引擎也在快速进化。虚幻引擎并不是最强大的，但是 Epic 的贡献是把引擎公开商业化，这和开源不同啊，这相当于有偿开源，这似乎违背了卡马克的精神。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对错，重点是合理的商业化不仅让公司有能力壮大，还能让公司继续优化这个商品。毕竟别人给了钱了啊，形成了市场就要不断改进。
尽管当时不止一家公司尝试引擎商业化，但 Epic 却是做得最好的。因此，在 Epic 的商业化战略下，虚幻引擎被改进得越来越直观，越来越容易使用，甚至变得所见即所得。这让后来其他公司在开发自家非公开引擎的时候，也会参照虚幻引擎的界面和设计理念来不断改进自己的引擎比如 EA 的寒霜引擎等等。至此才出现了现在引擎大多很接近，并且大多非常易用，让开发者能够用更少的时间开发出更庞大复杂的游戏，从而承载着游戏未来无限的可能。如果说卡马克的 id Software 提供了游戏的基因，那 Epic 的虚幻引擎就提供了基因繁殖的养分，共同推动着游戏技术上的不断前行。当然，虚幻引擎虽然一部分得益于 id 的开源，但古话说得好有了滴滴就饿死了老司机。虚幻引擎和卡马克的引擎之间也有竞争，甚至游戏都有了虚幻竞技场来对标雷神之锤。大家既然都有 id 开源的引擎使用，干嘛要花钱买虚幻引擎呢？因此，这引擎和引擎之间的大战实际上也非常精彩。当然，这就是另一个坑另一个故事啦。这就要看大家对这个题材的反应啦。多弹幕、评论和各种 combo 吧。关于游戏引擎的很多硬知识，在我不确定大家是否有兴趣前，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聊聊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开发自己的游戏引擎？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外国各家公司，他们为什么要花钱花力气开发自家的引擎呢？首先，最容易想到的当然是不想给 Unity 和 Unreal 这些商业引擎授权费了。但是其实钱这个理由并不是首要的，因为开发一个引擎是非常耗费人力财力的，开发出来还不一定好用，甚至不一定能用。比如 S1 前几年花大精力开发的夜光引擎，还出了一个画面直逼电影级别的 demo， 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引擎基本上算是烂尾了，导致《王国之心3》、《最终幻想7》重置都要换成虚幻引擎，这其中浪费的工作时间和金钱无法估量。而虚幻引擎实际上在使用上是完全免费的，只有当开发出来的游戏营业额超过了一定额度，才需要支付 5% 的授权费。很多时候这个授权费远比自己开发引擎要少得多，而这还没算上开发失败之后的风险成本，所以不想交钱可能还真不是公司自己开发引擎的首要原因。自己开发引擎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以下几个：更专注于自己游戏特点的功能，更加符合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更符合自己的使用习惯。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 Capcom 一直以来就坚持开发自家引擎，之前的 MT Framework 引擎就做出过很多游戏在生化危机7之后，新的 Ray Engine 也崭露头角，很快来到了鬼泣5，也是使用 Ray Engine。在我们看来，卡表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强调技术力的公司也不是特别财大气粗的公司那为什么也要坚持自己开发引擎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大家所热爱的打击感。Capcom 有时候挺表的，但是在这个地球上 ，Capcom 如果谦虚点说自己在打击感方面算是第2，估计没几个公司敢说自己是第1我曾经就听说过，他们光关于打击感的说明文档就有15个 G 左右，而且还分配在不同高层手里，属于商业机密。这不管真假但至少证明了卡表在打击感上累积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很多都需要引擎里直接支持。就算虚幻这么厉害的引擎，可能都满足不了 Capcom 对打击感的要求。或许经过微调和增加功能还是能做出来但是最终效果肯定没有引擎直接支持来的好。所以我们很久之前就能感受到 Capcom 的游戏打击感一流，而到了龙之信条里面更加厉害怪物在受到攻击的时候，被打击的部位会有局部的抖动，这在业界直到现在都很少有人做到。到了怪物猎人世界、鬼泣5，除了局部抖动，甚至还会留下和打击方式一致的痕迹。这些对打击感研究到极致的技术，不是面向大众要求面面俱到的商业引擎能做到的而 Capcom 越坚持自家引擎的这个特性，打击感就能做得越优秀，而做得越优秀，就又让迭代后的引擎能够更加优秀，这就是正向回馈。久而久之，其他公司在打击感这方面的差距就更大了，最强打击感的金字招牌将更加牢靠，这就是 Capcom 坚持自家开发引擎的原因之一。第2个原因，符合公司发展方向这就更好理解了。Capcom 的引擎适合做动作游戏，EA 的寒霜引擎特别擅长大型多人在线的同时保持超高画质。
全面战争的全面战争引擎则致力于展现超多的同屏人数。Forza 系列的引擎在轮胎模拟方面属于业界第一梯队。过当防卫的雪奔引擎在爆炸和破坏方面确实牛逼。育碧的 Anvil 引擎看起来好像没啥特点但在快速方便的制作超大精致的地图方面特别有一手。而埃瑟的引擎在捏人方面现在属于业界顶尖等等这些引擎都不难看得出这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自家的工作经验和公司的发展方向自然就会培养出公司属于自己的使用习惯。那么第三条，自然引擎也要符合自己的使用习惯，毕竟符合了使用习惯所节省下来的时间是很可观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出用虚幻引擎开发全面战争会是多么悲哀的故事因此对于一个想要长期发展的特定类型来说，自己的引擎非常有必要。那么回到一开头的问题，我们是否有必要有自己的引擎呢？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我在这里不讨论我们现在有哪些公司有能力开发，只是单纯从需求点出发。而这里的必要也不是什么要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这些很民族主义的理由我的理由纯粹是因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游戏太特殊了。我们的武侠类游戏当然也包括了仙侠、仙幻等等分支在世界范围内是很独特的。首先，它对场景的跨度要求非常大上天入地的嘛，因此对场景在纵轴的加载要求比较高。其次，我们的武侠游戏对动作引擎的要求也很特殊，既要能保证足够的打击感，也要足够飘逸潇洒。然后在人物的逻辑关系上，我们也比较复杂，毕竟我们人际关系复杂嘛，因此对角色之间逻辑脚本的编辑要方便。接着，我们对过场剧情方面的修改也需要更好的工具，还有招式系统、成长系统、换兽系统等等很多方面反正总的看来，现在市面上并没有一款适合武侠游戏开发的引擎，不管是《河洛群侠传》还是最近很优秀的《古剑奇谭3》，都能看得出引擎对题材的不适应。其实这也是一开始 S1 想要开发夜光引擎的原因，他们想要一个更好的日式 RPG 引擎。所以我可以猜想 S1 未来如果稳定了，可能还会继续这个项目。而如果我们不能针对我们的需求开发出合适的引擎，就不能像 Capcom 一样获得正向循环，那我们的武侠游戏就无法从底子上获得突破。那我们可能永远只能停留在剧情男女情爱、拯救苍生这些题材上。所以现在很多人总说自己已经不喜欢武侠游戏了，或许不是不喜欢，而是还没有足够优秀的游戏出来。武侠这个题材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我们却只能使用世界的工具，而没有民族的工具。那在基础工具不趁手的情况下，又谈何追赶世界呢？当然，游戏引擎不是靠梦想去坚持，然后努力一下就能做出来的东西，它需要的是从业者和市场每一个用户的通力合作，更需要行业媒体对行业价值观导向的引导。游戏公司、玩家和 Gameker 任道中原关于游戏引擎的第一次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Gameker 与同在，我是聂军。